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很适合在夏天观看的美剧《怪奇物语》。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普通的小镇，四个熊孩子正在玩当时风靡的《龙与地下城》桌游。请你注意墙上贴的这个海报，出自1982年的科幻恐怖片《怪形》，讲的是几个科考人员在营地附近发现了善于伪装的嗜血怪物，在猜忌中展开自救的故事。怪形里的怪物比异形还要恶心，能把这种海报贴家里的必须是狠人，所以这个看着神神叨叨，但能带动所有人思路的孩子王，就是本剧的男主小白。小团队里的小黑虽然有点暴躁，但敢说敢做，还相当有义气。旁边的小胖看着就知道傻乐，但其实是个智商担当。最后这个没说几句话的傻白甜，咱们就叫他小乖吧。大家和魔王的战斗还没有结束，但家长可不管这些中二脑洞，到点了就多混回去各找各妈。在门口，小乖告诉小白 The Demogorgon, it got me. 看来这孩子是入戏太深啊！回家路上，大家开始飞驰人生。小乖和小胖打赌，自己要是切得快，就拿走他的漫画书《X 战警》第134期。插一句，在这一册漫画里，辛格雷首次化身为黑凤凰，强大又不稳定的精神力量给整个宇宙带来了危险。怪形海报和这一期《X 战警》的漫画其实都是伏笔，咱们后文书再分析。虽然看着不起眼，但小白他们这个小镇其实有点门道。米国政府就是喜欢搞事情，能源部在附近的树林里整了个秘密实验室。这天晚上，实验室的灯光一闪一闪，亮晶晶。一个研究人员秒速50米的往前跑，把电梯摁出了母胎 solo 的手速，终于进了电梯。身后的走廊却很是平静，研究人员都觉得自己刚才的戏有点过了。然而当他抬起头的时候，实验室已经出了乱子，但镇上谁也不知道。为了抄近道，小乖冲进了实验室的地界，这个写着不得擅长的铁丝网。今天来了个我家大门常打开，一个黑影突然闪现，把小乖吓得摔了一跤，车也不要了就往家跑。到家一看谁也不在，想报警还没信号，小乖跑到后院拎起枪就上了膛，结果家里的灯泡突然闪成了夜空中最亮的星，灯灭了，小乖也跟着消失了。第二天早起，小乖他妈以下简称乔妈发现儿子不见了，立马就去了警察局。警长在小镇待了这么些年，办过最大的案子顶多就是谁家养的阿拉斯加走丢了这种，这回终于丢了个活人。但警长的第一反应是小乖旷课逃学，乔妈很生气，我们家孩子名字就叫小乖，怎么可能逃学呢？于是警长来到学校，想从最后见过小乖的黑白胖三人组织里问出点什么。结果仨孩子说起小乖消失在小树林，就开始思路跑偏，开始纠结幽暗密林到底是指环王还是霍比特人里的景点。警长一看没辙，中二少年指望不上，只能警告他们不要擅自行动，自己带着人去了小树林。失踪的小乖引起了全镇的注意。另一边，搞事的源头实验室也终于来人了，几个西装男在一个博士的带领下，全副武装来到研究人员消失的地方，周围又是粘液又是碎肉，墙上开了个大洞，里面还有东西在蠕动。奇怪的是，比起这个人间地狱，博士更在意的是一个趁乱逃跑了的小女孩。一家饭馆里，老板抓住了一个小偷，看来他就是那个从实验室逃跑的孩子，比正常孩子瘦小得多，也没法正常和人交流。老板忙活了半天，只知道了他的名字。老板觉得小11可能是遭遇过家暴或绑架，所以给社会保障局的人打了个电话。而在他的身后，小11抬头看向了风扇。之前那期关于黑凤凰的 X 战警漫画，就是为了给这位身怀绝技的小11做铺垫。晚上，社保局的人终于赶到，阿姨看着非常和蔼，下手也是相当干脆，一枪就打死了老板。他的身后，博士也带着一群人赶到，小11一看，转身就跑。等博士赶到后厨，发现包围的人躺了一地，小11却再次消失了。与此同时，放学回到家的小白也没闲着，不听话一时爽，一直不听话一直爽。警察的警告算个屁，兄弟失踪了那就得去找啊！小白把自己姐姐阿珍早恋的事抖了出来，引得阿珍暴怒，吸引了家长的注意，然后他淋上了小黑小胖，悄悄奔小树林去了。趴小白家窗户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阿珍的男朋友。他是个人狠话不多，见妹子就想脱的社会人，咱们就叫他阿强吧。两人正处在热恋期。回看三人组这边，此时已经下起大雨。退团鼓一级选手小胖和为兄弟两肋插刀的小黑，为了到底是前进还是后退，吵了个没完。突然奇怪的声音传来。小白把小11带回了自家的地下室，找了些干净的衣服给他。什么都不懂的小11直接就要来个线上直播，小年纪就知道搞黄色。小白把小11带去卫生间，刚要关上门，却被小11制止了。小黑小胖都觉得小11像个神经病，这时候就显出男主小白不一样了。他照顾好小11，两个人还交换了彼此的名字。孩子这边当然是岁月静好，乔妈在家正看着照片追忆似水流年。这时一个电话打来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偷看过剧本，乔妈光听声音就觉得对面肯定是我儿子小乖，但音量太强，电话被装到了地上，连话筒都烧焦了。警长前一晚在小树林忙活了半夜，没啥发现。第二天一大早又被叫到了乔妈的家里，看着被炸得乌漆抹黑的电话，警长还是没法相信乔妈凭着呼吸声就能确定那是小乖。乔妈质问警长，难道会有人听不出自己孩子的声音吗？听到这句话，警长想起自己已经去世的女儿，生气的转身离开。在这里补充一下，小乖所在的是一个离异家庭，他还有个哥哥，因为整个人非常的沉稳，咱们就叫他阿稳吧。阿稳去学校贴地里的学生启事，因为性格内向，
所以被同学孤立。只有小白的姐姐阿珍愿意和他说话。放学后，阿稳又跑去了爸爸那里，看有没有弟弟的消息。路上，他回忆起了兄弟俩的日常。小乖在家敏感又听话，只有阿稳会鼓励他做自己。到了爸爸家，发现弟弟不在，他爸嬉皮笑脸的，根本没把儿子失踪当回事。阿稳一气之下，又赶往了弟弟失踪的小树林，而乔妈则去了自己工作的商店，预支了2周的薪水和一个新电话。身为国家公务员，却一直在监听居民电话的博士，早就发现了乔妈昨晚的异常通话，于是趁着小乖他们家里没人的时候，带着手下全副武装的来到了小乖的家。在小乖消失的小屋，他发现有和实验室破洞一样的粘液滴下来，看来小乖的消失确实和他们的神秘实验有关。逃离了实验室的小11，现在正待在小白家的地下室。小白想让小11从后门溜出去，然后去前门按自己家的门铃，让家里的大人来帮助他。然而想到饭店老板的惨死，小11直接拒绝。他比划着告诉小白，自己惹上了相当严重的麻烦。小白一个纯爷们儿，从来只有他找事儿，没有他怕的事儿。一听小11有麻烦，就没去上学，像E.T.里的男主对外星人那样，带着小11在家里转悠。小11看到小乖的照片，瞬间脸色就变了，莫非他也认识小乖？趁着小白的妈妈回到了家，小白赶紧把小11藏到了衣柜里，向他保证自己不会把他在这里的事说出去，还解释保证就是不能违背的事情，永远不能。在衣柜里，小11像是忍受不了密闭空间，陷入了可怕的回忆。原来小11竟然是博士的女儿，却被剃掉头发，换上编号服，扔进了监狱一样的小房间，喊破喉咙都没人来救。等到小白打开衣柜，小11已经满脸是泪。放了学，小黑、小胖来找小白，一看小11不仅没走，还直接进家了。小白解释说，小11认得小乖，让他留下来也许能帮上忙。小黑一听就不干了，我们可都是根正苗红的乖宝宝，怎么可以出了事瞒着家长呢？正要吵吵着去找小白他妈。No. 小黑、小胖彻底怂了，解释说自己只是热血上头想救朋友，顺便给小11这个文盲科普，朋友的意思就是无所不谈和永不背叛的承诺。小11一听那是相当感动，用桌游给3人组透露了小乖的情况，这个小人就代表着现在的小乖。然后他把整个地图翻到了漆黑的一面，难道说小乖去了另一个世界？小11说小乖虽然消失了，但他只是躲了起来，麻烦的是他躲的并不是人，而是怪物。另一边，警长来到了发生面的饭馆。这个小镇很小，曾和小11接触过的那个老板也是警长的朋友，现在却变成了一具尸体。虽然他被伪装成了自杀，但警长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他找到饭馆的常客问话，知道了当时在场的除了几个熟人以外，还有一个头发剃得很短的小男孩。警察一听，哎呦，把这一个案2个案串一串，说不定还真能串出个同心圆。赶紧拿着小乖的照片问客人，这娃要是变秃了，是不是和你看到的孩子一个样？客人寻思着，其实我也没记住那孩子的长相，你觉得是那就是吧。于是晚上，警长把所有的范围直接圈到了饭馆附近，还真就在管道口发现了一副碎片，但这水管不是小乖能钻过去的大小，碎片也明显是从编号符上塞下来的，所以经过这里的其实是从实验室逃跑的小11。但警长哪知道这些，顺着水管还想接着往前走，却发现已经被铁丝网拦住了去路。这个隐秘的实验室终于开始引起了外界的注意。警长有了新发现，买到新电话的乔妈也回到了家。突然电话声响起，一片杂音里传来了一声清楚的妈妈，然后电话又被烧毁，乔妈彻底崩溃。这时家里的灯狂闪，小乖的房间里，她最爱的音乐在自动播放，台灯也像她消失前那样开始变亮。然而灯光灭掉的时候，乔妈却没有像小乖一样消失，而是看到了这谁顶得住啊？赶紧溜啊！然而乔妈的车都发动了，小乖屋里却又响起音乐，亮起灯，像是在诱惑他回去，又像是在传递着什么信号。为了不错过找到儿子的一点可能，乔妈还是咬牙回了家。家的夜生活都很精彩，小白她姐阿珍也没闲着，准备趁大人不在，和闺蜜一起去男友阿强家里开趴。阿珍在学校是个学霸，也一直是父母眼中的乖乖女，不过最近正在叛逆期，谈上恋爱以后，更是找到了放飞自我的乐趣。路上阿珍就说：“我和我男票阿强都是正经人，今晚啥也不会发生。”但是到了 party 上，几个人却越玩越疯。前文说过，阿稳就在附近的小树林里找弟弟呢，他还带了相机到处拍照，想找点线索。突然听到了尖叫声，跑来一看才发现是自己的同学，在这小情侣在开趴。但阿稳没人缘啊，看着他们闹成一团，也没有上去打招呼，而是站在树洞后面，看着沉稳的偷拍阿珍，貌似阿稳对阿珍有意思。但是大哥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还有个失踪的弟弟了？这功夫阿珍和阿强的感情也是迅速升温，她闺蜜不小心把手划伤了，等处理完再回来，阿珍已经要跟男友上楼了，直接给闺蜜撂下一句话：“你自己回家吧。”阿珍的嘴骗人的鬼，但闺蜜当然选择原谅她，坐在楼下继续等。阿稳这会儿啥也不知道，看阿珍在窗口出现，咔咔接着拍。但等他欣赏完照片再抬头，就看见阿珍和男票俩正经人躺着窗帘就开始不干正经事了。阿稳脸上沉稳，心态不稳，一甩手开始拍起了阿珍的闺蜜。姑娘作为全场唯一的老实人，我们就叫她老师姐吧。老师姐手上的血不小心滴进了泳池里，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好吧，这事确实有点大，但阿稳只好低头鼓捣相机，啥也没看见。再抬头时，泳池边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老师姐就这样凭空消失了。但她真就只是消失，还没领上盒饭。一睁眼发现自己在的这个地方，雾霾指数5颗星。这火烧眉毛的时候，老师姐还是一片真心向阿珍喊着她的名字求救，但是不赶巧，阿珍这会儿正感受生命的大和谐，恍恍惚惚的一点动静全被她当耳旁风了，这可害苦了老师姐。
但阿珍还是很优秀，撇得下老师姐忘不了门禁，和谐完就立马往家跑，小嘴巴巴的硬凹借口，都穿着男友外套回来了，愣跟老妈说就是出去吃了个串，要不说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小白收拾了麻烦缠身的小11，也把老妈瞒得啥也不知道。偷拍小能手阿稳这一晚却睡得相当安稳，不过叫醒他的不是闹钟，而是乔妈的神神叨叨。大早上看着亲妈指着个灯泡，说是小乖在跟他聊天，阿稳都稳不住了。乔妈越说越来劲，非得让灯泡赶紧露一手。还别说，这灯泡真给面子，马上就闪了一下。乔妈激动的快要原地爆炸。但阿稳作为社会主义进步青年，那必须得破除迷信，说这就是电路有问题，让乔妈别再瞎想了，赶紧洗洗睡吧。你让我睡我就睡，那我多没面子。乔妈找出家里的小彩灯，叮咣一阵鼓捣，紧接着跑去超市赊账，又买了大把的彩灯电线。这到底是要干嘛呢？咱也不知道，咱也不敢问。小白家里3人组知道了小11是了解内幕的人，就决定让他带头，一起去找小乖。既然是专业的救援行动，几个人就都得上装备。小黑带上了军刀、弹弓、望远镜，小胖带上了。小胖也是逻辑鬼才，真要出了事儿，谁也指望不上，只能靠小11。那还不如大家吃吃喝喝，快乐就完了。孩子，你这个心态，去打怪都屈才了。说着话就到了上学的点儿，小白把小11留在家里，教会他用手表看时间，约好放学后一起行动。这会儿小11已经熟悉了家里的部分地形，自己在家也有的玩。他用精神控制着这个模型，大家应该都认识，就是《星球大战》里韩索罗的那艘千年隼号。模型玩腻了，小11又对电视机产生了好奇。正在播的《宇宙巨人希曼》和可口可乐广告都是80年代风靡一时的产物。可乐罐在屏幕里翻转，小11却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，开始被回忆支配。记忆里的他穿着编号服，带着一个脑电波仪。美国农业部也是个会勾日子的主，这玩意儿一看就比 X 教授那个便宜多了。小11对着可乐罐使劲，博士也就是他老爹带着一群人隔着玻璃，像看猴一样的看他表演。等小11隔空捏扁了可乐罐，博士终于露出了微妙的笑容，然而鲜血却缓缓地从小11鼻子里流下。这使用能力就会流鼻血的设定，很像史蒂芬金的小说《凶火》，只不过在《凶火》里，流鼻血的人是超能力女孩的父亲。电视的声音把小11从回忆里惊醒，他上楼进了阿珍的屋子，开始稀落着探索。这里的海报出自汤姆克鲁斯1983年的电影《乖仔也疯狂》，一场高中生的自我释放，呼应着阿珍青春期的小叛逆。在阿珍的房间里，小11看着他从小到大的照片，以及他和朋友的合照。从未有过正常生活的小11，在这一刻脸上的表情难过的不像个孩子，让小11悲伤逆流成河的阿珍，这会儿正在学校和阿强沉浸在粉红色的回忆里。等上了课才发现，我那昨天还在这儿的那么一大坨的闺蜜哪去了？问问一起开班的朋友，大家都觉得老师姐一个单身狗，肯定是吃多了狗粮，所以提前走了。今天没来上学是因为逃课。但阿珍想想还是不对，向老师姐家里打听情况，差点把开班的事说漏嘴。好不容易睁眼过去，但老师姐的妈妈已经开始觉得不对。在阿珍的支支吾吾里，这家孩子到底出了什么事呢？同样是丢了孩子，乔妈的家里已经是大户人家过节的气氛，她把所有的彩灯都装上了。来安慰她的小白他妈一进门都惊呆了，姐们这心理素质很硬啊。乔妈也跟她解释，家里这么喜庆不是因为别的，只是小乖最喜欢圣诞节，所以把家里布置起来，就好像这孩子还在自己身边。两人心连心聊着天，被带上门的小白他妹可坐不住，晃晃悠悠的就去了小乖的房间，灯闪的就像踩了电门，孩子也在那跟着乐呵。突然灯光全部灭掉。及时赶来的乔妈抱走了孩子，但又马上揪住他，问他刚刚看到了啥。这反应把母女俩都吓得够呛，乔妈一时也冷静不下来，只能让小白他妈带着孩子赶紧离开。这功夫已经快到放学的时间，小11赶到和小白约定的地方，等待的时候，一只橘猫再次把他拉进了回忆。在实验室里捏扁可乐罐之后，小11面前换上了一只活猫。看着这个小生命，小11哭到抽搐，一把摘掉了脑电波仪。看着这小小的反抗，博士一句话没说，扭头就要让人把小11关进了小黑屋。但就在门快要关上的那一刻，这是小11第一次杀人，损耗了过多的精神力，血从他的鼻子、耳侧流下。然而看着地上的尸体，博士却开始夸奖小11的能力，第一次像个真正的父亲一样摸着他的头，然后抱起因为他的一个抚摸而哭个不停的小11，走出了小黑屋。终于放学的3人组把小11从回忆里唤醒，小白脸上的伤被小11发现，他本来还想扯谎，但小11已经被科普了朋友的含义，朋友之间就必须说真话。小白只好老实交代，自己在学校就是个被校霸欺负的弟弟，之所以瞒着小11，是不想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废柴。小白还想解释更多，却被小11打断。他看着小白的眼睛，告诉他自己什么都明白。孩子们聚在一起找小乖，警长也没闲着。虽然之前的搜查被铁丝网拦住，但他不抛弃不放弃，寻思着实验室虽然神秘，但顶多就是在搞什么太空武器，用来在冷战后期制裁苏联人。大家都是公务员，哪有互相为难的道理？于是直接开车来了实验室的正门。离家很丰满，谢着很无感。车子刚到大门口就被拦下了，门卫告诉他们，想进来必须要有能源部的指令。一听这话，警长也来气，表情杠了一批，嘴上却非常从心，说自己就是为查案走个过场，进去也不多瞧，顶多10分钟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不熟归不熟，该给的面子还得给。警长蹭进了实验室的地界，跑去留下衣服碎片的管道口查看。他坚信这里曾有一个孩子经过，但实验室的人比他还坚定。我们这有100来个摄像头，芝麻大的地方都给你照得明明白白，没有人能随便进出。警长一听，这倒是给提了个醒，几个人直奔监控室。奇怪的是，号称是2个晚上的录像，眨眼的功夫就播完了。看完录像的警长脸色更加不对劲。那天晚上他们本来想再出去找小乖，因为暴雨所以取消了行动，但在这天的录像里却完全没有暴雨出现，天气不会撒谎，所以实验室的人肯定在隐藏些什么。警长跑去图书馆查找相关的报道资料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就吓尿。这哪是实验室，简直就是一片瓜田。
他们曾抢别人家的闺女去做精神控制实验，出个虐待事件还不让调查，而那个被抢走孩子的妈妈被质疑是个疯子，她的指控也被撤销。一个博士全权负责实验室，做着中情局批准的研究，却曾被告上法庭。报纸的照片上，他身边的孩子都穿着病号服，视线和警长在管道口发现的布料一毛一样。这些细节串在一起，其他警察不当回事儿，但警长已经开始觉得围绕着实验室一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，而小乖乖的失踪或许只是个起点。然而没等他细想，一个电话打来，所有警察都被从图书馆叫走。警方到底发现了什么？咱们先按下不表，来看看阿稳这边。他正在暗房里处理昨晚的偷拍照，没想到有同学突然进来，阿稳赶紧把晾在外面的阿珍私房照收了起来。然而同学的表情已经是看透了一切。阿稳正准备回家，却被阿强带人拦住了。看到他写照片的同学告了密，阿稳被当成了偷窥狂，但那私房照也传到了阿珍本人手里，简直就是公开处刑。阿强直接被气成了河豚，撕了阿稳的照片，报废了他的相机，带着小弟就走，只有阿珍留下帮阿稳收拾烂摊子。一低头就发现了其中一张照片，清晰的拍到了孤身一人的老师姐，也就是说聚会的晚上，老师姐没有离开，而是一个人待在楼下。阿珍立马收起这张照片，赶去了开拍的阿强家，果然发现了老师姐去的时候开的车。难道她一直都没走吗？阿珍进去一找，泳池边树林里一切正常。这给阿珍吓得跑得比草泥马还快。回了家，这回也不端着了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告诉了老妈，又有人出事了，这回是她的闺蜜。奇怪的事情接连发生，乔妈的家里连串的彩灯突然有规律的亮起，好像真的在和乔妈交流。这的乔妈直接吓得钻进了柜子里。Will, are you here? Okay, good. 虽然相信儿子就在这里，但乔妈也没想到，集齐一把彩灯还真就能召唤小乖。为了孩子，乔妈的智商1秒上线，她瞬间想到一个办法，可以和无法现身的小乖对话。Blink once for yes, twice for no. Can you do that for me, sweetie? 就这样，乔妈知道了小乖还活着，但是并不安全。那他现在在哪里呢？乔妈在墙上写下了26个字母，每个字母上放一个彩灯，按灯光亮起的顺序就能拼出单词。小乖通过灯光告诉妈妈，自己就在这里，就在这个家里。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用灯光进行交流，在斯皮尔伯格1977年的科幻电影《第三类接触》里也出现过。电影的结尾，地球人和外星人通过灯光来对话。乔妈终于用灯光和小乖取得了联系，下一步就是动手救孩子，只需要小乖告诉他具体该怎么做。How do I find you? What should I do?直面了怪物的乔妈已经行走在了发现真相的第一线。小11也带着3人组找到了小乖的藏身地。小白仔细一看，这不就是小乖他家吗？你这定位不准啊！小黑和小胖也很蒙圈。接近半小黑又开始想着报警，说曹操就到。几个人觉得警车连夜出动，肯定和小乖的案子有关，赶紧跟上。到了地方，发现在采石场的湖边，小乖的尸体被找到了。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。小11想安慰小白，却被甩开了手。小白看着死去的小乖，一气之下对小11发了火，质问他为什么要撒谎。明明小乖已经死了，却骗他们说自己能找到他。然后小白就扔下小11，自己离开。小白的家里，老师姐的父母正来向阿珍了解情况。匆匆回来的小白在母亲怀里流下了眼泪。另一边，狂奔逃跑的乔妈遇到了开车正往家走的阿稳，母子俩哭着拥抱，一切似乎趋于平静，却仍有暗潮涌动。在家里和乔妈对话的人和湖边的尸体，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小乖？他们中假的那个又有谁在背后布局？消失的老师姐是否和小乖有着相同的经历？小11又该如何重新取得3人组的信任？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，又懒得追整整17集的剧情，那就赶紧订阅片片的怪奇物语专栏。拜了个拜。